我哋之前一直喺 Patreon 嘅會員文章講過，美股表面睇落風平浪靜，但係底層嘅資金暗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極度緊繃嘅臨界點。結果呢，去到2月最後一個交易日，市場徹底大爆發，道指單日洗盤曾經跌超過800點，收市都跌咗521點。明明全村嘅希望，輝達交出咗一份完美嘅財報，營收同利潤全部粉碎華爾街預期，但係股價竟然喺績後反高潮，星期五仲要再跌多4.2%，加上中東局勢突然極度升溫，市場可以話係亂成一團。點解基本面咁好，個市都要跌？我哋今日呢，就同大家拆解背後嘅駭人真相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宏觀大局，即個大環境究竟發生緊咩事。而家美股面對最大嘅宏觀背景，就係滯脹陰影同埋貨幣政策嘅兩難局面。壓垮星期五美股嘅最後一條稻草就係美國勞工部啱啱公布嘅1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，即係 PPI。呢個數據簡直係遠超預期，核心 PPI 按月暴增0.8%，幾乎係市場預估值0.3%嘅2倍以上，按年升幅亦都去到3.6%。服務類價格急升，意味住企業正將通脹同埋潛在嘅關稅成本轉嫁俾消費者。大家諗下，通脹翹尾，但係經濟增長又放緩緊，聯儲局而家真係企咗喺十字路口，到底係要降息刺激經濟，定係維持高利率壓制物價呢？加上美國政府嘅結構性赤字問題，預計去到2035年，每年赤字都會維持喺1.5萬億至3萬億美元嘅極高水平。政府瘋狂發債印銀紙，通脹根本好難行得低。呢個就係點解大盤近期一直漲唔喐嘅核心驅動力。跟住落嚟，我要為大家深度剖析一個市場異常現象。今個禮拜有一張圖表真係令我睇到目瞪口呆。大家一直以為科技巨頭估值好貴，對唔對？但係根據最新數據，如果將特斯拉剔除，剩低6大科技巨頭嘅平均遠期市盈率已經回落到23.5倍。呢個係咩概念呢？傳統防禦型板塊，即係必需消費品、賣日常用品、賣牙膏、賣廁紙嗰啲公司，佢哋嘅預測市盈率而家係23.6倍。即係話，盡指人類最高科技結晶、盈利增長最快嘅 AI 巨頭群，喺華爾街眼中嘅估值，竟然平過賣洗頭水嘅公司。由少數科技巨頭主導嘅擁擠交易，其實已經開始解體。更詭異嘅係，市場而家出現嚴重嘅人格分裂。一方面，納指嘅 Put Call Ratio 飆升到 1.2， 創過去12年嚟嘅高位，散戶驚到震，瘋狂買 Put Option 做保險。但另一方面，資金又極度擁擠地湧入低質素嘅垃圾股度，擁擠到去到歷史嘅99.1百分位。回顧過去40年，出現呢種垃圾股狂歡嘅只有3次，分別係科網泡沫、金融海嘯同埋疫情狂潮。老實講，呢3次嘅結局大家都知，全部都係一地眼鏡碎。面對咁極端同撕裂嘅市場，聰明錢反而係逆向佈局。企業內部人士即係高管同埋大股東，佢哋嘅買盤正在急劇飆升。歷史回測顯示，當內部人士出現呢種級別嘅買入信號，未來1年嘅勝率高達96%，平均回報率超過25%。所以我個人嘅行動指南就係捨棄盲目買入大盤指數 ETF 嘅信仰。大盤上方有高估值同高利率壓頂，性價比極低。而且亦應該盡快徹底清理投資組合入邊冇實質盈利、純粹炒作嘅垃圾股。然後我會專注揀股，跟隨企業資本支出嘅真金白銀去佈局嗰啲擁有強大定價權、極強自由現金流同埋屬於重資產嘅板塊，例如受惠於基建開支嘅工業股同電力設施股。跟住落嚟，再從市場橫切面睇下板塊資金點樣帶來2月份絕對係軟件股嘅寒冬 ，iShares 軟件 ETF 單月大跌近10%，今年以嚟跌幅逼近23%，微軟單月重挫近9%，甲骨文跌近13%。點解？因為 AI 真係提升咗效率。Lock 啱啱宣布裁員超過4000人，幾乎斬咗一半員工。創辦人直接話 AI 提升咗上班效率，企業買少咗軟件授權，呢個就係對傳統 SaaS 模式嘅直接打擊。另一邊廂，私募信貸壓力同步發酵，英國貸款機構 Market Financial Solution 倒閉，直接衝擊市場。知名另類資產管理公司 Blue Owl 永久限制散戶投資者從佢嘅私募債務基金贖回現金。消息一出， Blue Owl 股價重挫，連帶 Apollo、黑石等私募巨頭全面暴跌。呢個絕對係金融市場入邊煤礦嘅金絲雀，代表住底層信用市場嘅流動性正在枯竭。講到今日嘅重大主題專題探討，一定要講輝達嘅財報同埋背後嘅 AI 算力大戰。輝達第4季
營收高達681億美元，按年增長73%，毛利率維持喺極度誇張嘅75.2%，自由現金流高達349億美元。呢一間公司根本就係一部超級印鈔機，而且 OpenAI 啱啱宣布完成新一輪融資，籌到破紀錄嘅1100億美元，估值推高到7300億美元。亞馬遜投資500億，輝達同日本軟銀各注資300億。AI 絕對唔係泡沫，而係真金白銀嘅基礎設施重建大周期。但係點解輝達財報咁靚，股價都要跌啦？除咗因為華爾街對業績驚喜已經產生疲勞之外，瑞銀最新嘅報告揭示咗一個駭人真相。華爾街擔心嘅唔係 AI 唔賺錢，而係 AI 太過成功，顛覆得太快，會摧毀現有傳統商業嘅信貸體系。如果軟件同服務業因為 AI 而大幅萎縮，美國私募信貸嘅違約率可能會飆升到15%，堪比金融海嘯級別。呢個悖論就係 AI 嘅生產力重塑，短期內可能會引發實體經濟嘅信用緊縮。最後，中東局勢突然惡化，以色列喺2月28號宣布對伊朗發動預防式打擊，德克蘭市中心發生爆炸，伊朗關閉領空，地緣政治嘅尾部風險瞬間爆發。空襲消息發生前，紐約期油急升到每桶67.02美元，布蘭特期油升到72.48美元，美國10年期債息跌穿4厘，降到3.951厘。黃金作為終極避險資產，金價一度高見每盎司5265美元。至於加密貨幣市場，比特幣雖然跟隨大市回落到65000美元邊緣，但係加密創投嘅融資金額其實喺度大幅回升，華爾街資金依然喺度尋找脫離傳統美元體系嘅避風港。總結今日嘅分析，今年嘅金融市場已經唔再係合埋眼買7巨頭就可以躺贏嘅時代，市場正處於一個硬件瘋狂擴張同埋底層信貸崩塌並存嘅矛盾時刻。輝達嘅估值收縮其實係產業走向成熟嘅宿命。AI 並冇摧毀總體需求，反而引爆咗一個史無前例嘅基建週期。而呢次嘅恐慌性殺估值其實就係一個極佳嘅逢低佈局機會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